段，可具现绘画的世间一切器物。赖子叔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吃我大哥！不吃他，难道要饿死老子不成？你大哥已经饿死了，再不吃就馊了。我先吃他，再吃你们两个小兔崽子。王赖子要吃我大哥！来人啊，救命啊！来人啊，救命啊！这是在哪儿？小兔崽子，你给我闭嘴！还想找人来跟老子抢食不成？再叫唤老子先吃了你！我穿越了，还成了古代饥荒年的灾民，跟弟弟妹妹相依为命。前2天饿得昏死过去，放开他！结果要被村里难民抓起来吃了。哎呦！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，不让我吃你大哥是吧？那我就先吃你们！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如果他手里有刀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不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星辰笔吗？怎么也穿越了？星辰笔认主成功，1级阶段，可具现绘画的世间一切器物。可具现绘画的世间一切器物。我去，能具现一切器物，牛啊！住手！啊，你竟然还没死！不过没关系，老子这就送你上西天。大哥小心！老子有神笔还怕你？给我来一把钉棍！我去，果然是真的！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负我们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别吓唬姐姐啊！小姐是饿晕过去了，必须要给她吃东西。刚才我这弟弟妹妹拼命护着我，要不是有他们拖延了时间，我估计刚苏醒就被那王赖子给砍了。如此懂事的弟弟妹妹，大哥我以后护定你们了。不过神笔要是能画出食物就好了，我们就能在这饥荒年好好的活下去了。恭喜主人，成功用星辰笔绘画之物解决敌人，解锁星辰笔2级能力食物之力，世间食物皆可画。神笔真的解锁画食物的能力了，弟弟妹妹以后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神笔出！大哥，这是什么？神笔，来碗大米粥。大哥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小月，这是我刚才梦里的老神仙传授给我的法术，千万不能对外宣扬，否则咱们以后还得饿肚子。大哥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乱说的。大哥、二姐，我做梦梦到我喝上大米粥了。你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大哥，这是哪来的大米粥啊？以后大哥再跟你解释，你再多喝一点。哎，大哥，能不能让二姐也喝一口？不行。大哥，那剩下的给你喝吧。这碗粥都是你的，大哥待会儿再跟你姐姐换。不，我再给她盛一碗。小姐，听话，姐姐不爱喝粥，你快喝。这么听话的弟弟妹妹，我一定要护好他们。要是神笔可以画出金山银山就好了，这样我和弟妹就能一辈子吃喝不愁了。温馨提示：星辰笔升级可解锁不同的能力，升至100级方可解锁绘画金银的能力。升到100级就能绘画金银珠宝，到时候我岂不是富可敌国了？那我要是想画个美女呢？绘画活人需要升至1000级。我去，连人都能画，努力升级，有神笔在手，我明宇一定能在这古代带领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。王赖子，还想吃我？我骨头硬着呢，牙都给你崩了。明宇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爹娘为了给我们省下粮食，7天前活活被饿死。以后我定要替他们好好照顾弟弟妹妹。陈员外，我家与你并无瓜葛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明月呢？我是来接她回去当小妾的，赶紧把她叫出来，跟我回去。
哎呦，你滚开！我姐姐才不会给你当小妾。大哥，他答应我，只要我给他当小妾，他就会给咱家2碗粟米。现在开始，咱们家不缺吃的，我不会让你跟他走的。长兄如父，明月给你做小妾这件事，我不同意。她不嫁给我啊，你们兄妹3人都得活活饿死。你是要妹妹啊，还是要命啊？自个选吧。大哥，你别卖姐姐，要卖就把我卖了吧。陈员外，我把我卖给你，你放过我姐吧。你个小屁孩，站一边去！你们现在都是我最亲的人，我谁也不会卖。给脸不要脸！我今天来可不是跟你们商量的。你妹妹我要定了，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。小姐，保护好姐姐。大哥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去给他当小妾。不行，爹娘走了，以后我就是一家之主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你们一根毫毛。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硬碰硬，我可不是这2人的对手，看来只能动用他了。给我枪！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废了你！拿个烧火棍来吓唬谁呢？给我上！妖术，你会妖术啊！跪下！跪下！明宇，你这是使了什么妖法？别过来！哎呦！饶命！我不该让你妹妹给我做小妾了。怂货！你这条狗命我可不感兴趣，但你们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就罚你们亲自给我爹娘挖坟安葬。啊？这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你也想尝尝这枪子的滋味？不，我去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爹娘虽然走了，但不是还有大哥吗？以后呀，大哥养你们。大哥，如今正是荒年，地里粮食颗粒无收，村里不少人都逃荒去了，不如我们也去吧。不必了，咱们家有吃有喝的，逃什么荒？难道大哥你说老身？等把家里那个难民送光后，大哥就给你们炖肉吃。大哥，真的有肉吃吗？小祖宗，你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咱们能吃上肉啊？你记住啊，不许胡乱说话，否则的话就不给你吃肉。姐姐，我知道了。大哥姐姐，走，咱们快回家。这个家可真够穷的，就是耗子来了都得流着泪走。不过幸好，我还有画什么得到什么的神笔。有水有米有面，最起码不会饿肚子了。不过好像还少了些啥呀？对了，还缺肉。要是神笔能画出来肉就好了。恭喜主人解锁星辰笔3级能力，家禽之力，世间家禽皆可画。什么？只有家禽？神笔，你这也太抠搜了吧！这金银财宝还不能画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更厉害的能力啊？主人，只要你使用满100次神笔，且保证每次所画之物都有用，就能将神笔升级到10级召唤神兽。我去，神兽都能画，那我要是召唤一条龙出来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吗？不过还是先画一只下蛋的老母鸡，给弟弟妹妹补补身子。哎，鸡大婶，你先别激动，乖乖让我把你抓进金窝里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小叶小姐，快抓住他！大哥，我抓到了。哎呀，鸡大婶啊，
我不会要你小命的。以后你就老老实实负责下蛋就行了。大哥，咱们家怎么会有这么肥一只老母鸡啊？小姐，这是老神仙赐给大哥的，你出去可不能乱说哈。姐姐，我知道了。大哥，这家里有鸡的事若是传出去，会不会惹麻烦啊？小月说的对，在这个饥荒年，要是只有我们家日子过得好，难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恭喜主人解锁星辰比4级能力自然之力，主人可以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缓解灾情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现在正是干旱的时候，庄稼都不生长了，只要下雨缓解旱情，这样大家都没时间盯着我们瞧了。那就下一场大雨，只要灾荒缓解，就不会有人再养活我们了。难不成老神仙还教了你求雨的法术？星辰笔能画出万物，更何况一场雨。哎呀，大哥，小姐年纪小，日后莫要在她面前展示法术，我担心她会不小心说出去。我先带她回屋。走，我们回屋。云彩去，给村子下场大雨。这怎么没反应啊？难道是花一朵太少了？村长，你们突然闯入我家是有何事啊？明宇，听说你家还有粮食？村长，若是我家有粮食，我爹娘何至于被活活饿死？你这是听谁在放屁？你还敢说你家没粮食？这是啥？这么肥的老母鸡啊！明宇，你家里怎么可能还有鸡？这是埋我们爹娘时在山上抓到的。村长，这我家有老母鸡，村里也要管。你胡说！山上现在连只耗子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肥的野鸡？这或许是我爹娘在天有灵，不忍心看我和弟妹饿死，临走前留给我们的。你不信，下去问问他们啊！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有没有粮食，直接搜就知道了。哎，这是我家，你们凭什么想搜就搜？就凭老子拳头硬！周大牛和周二牛是村里出了名的混混，绝不能被他们发现厨房里的粮食。非必有大招，来颗震撼弹！想要粮食，那就给你们！敢吓唬老子！哎呀！天雷，这是天雷呀！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你们还不快滚！一点雨都没有，哪来的天雷呀？下雨了！哎，真的下雨了！真下雨了！下雨了！看到了吧？再不给我滚，待会儿还有天雷炸死你们！明宇，这次是我们不对，我们这就走，我们这就走，快走，走走走！太好了，大哥，你真的成功了！这一场雨下来，饥荒缓解，大家都能活下去了。这一世神笔在手，万物我有。我要在大秦朝开创一片属于我明宇的事业，让我的弟妹一世无忧。大哥，你怎么突然对我们这么好？以前大哥，你以前说我和姐姐是拖油瓶，要把我和姐姐卖了。以前都是大哥的错，大哥给你们道歉，你们再相信大哥一次好不好？大哥以后一定会补偿你们的。大哥，在小景心里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大哥。大哥，我和小景一样，就算是以前，也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爹娘不在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养活你们，让你们顿顿都吃大鱼大肉。来，开吃。这也太香了！好好吃，我要吃3个。别说3个了，就算是30个，大哥也让你吃。大哥，现在旱情缓解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筹备筹备，重新开始播种了？虽然神笔能画出源源不断的粮食，但为了不引人怀疑，我还是需要继续种田。好，那咱们快吃，等雨停了，我去地里看看去。我家5亩地，快点！你快点，快点！我家3亩地，快点！我家10亩地，你快点，快点！桥边是在这儿领吗？我先来的好不好？明宇，
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地里瞧瞧，这一场雨下来就能重新播种了。那正好，陈员外说要借给咱们种子播种，刚好过来当个借。姓陈的在饥荒时都不肯借粮给村里人，怎么可能善心大发要借粮种给我？别人借粮种都行，唯独他一粒粮食也别想从我这里借到。哼！你又要耍什么妖法？哎呀，我只是后背刺挠，挠挠痒而已，你们怕什么？明宇啊，你从我这借粮种也不是不行，你呀要把明月抵押给我。看来上次的火力不够猛，你的嘴还是这么硬。哼，抵押你个嘚儿！哎呦，财神爷！你不按套路出牌！站住！怎么不怕死？你这是拿什么东西？快快交出来！这东西叫真理。两只弱鸡。你明宇，我要让你跪下来求我！3张纸糊个驴头，你好大的脸面！让我求你，你也配？我要让明宇跪下来求我！明宇，做我小妾，不然你们全村一粒种子都别想得到！陈员外，这没有种子就没有收成，村民们还是会被饿死的呀！要怪，只能怪明宇不识抬举，你们的死活跟我何干？走！哎，陈员外，别走，别走啊！哎呀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明宇啊，你得罪谁不好，非得罪陈员外这个财神爷，这下你把财神爷给气走了，这种子问题该怎么解决呀？检测到主人需要粮种，解锁星辰比5级能力，植物之力，世间植物皆可化。来得正好，村长你别急，粮种的事情我来解决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哎，这下我怎么向村民交代呀？不就是粮种吗？我分分钟给你画出来。不过，若是我突然拿出粮种，势必会引起人的怀疑，得找个理由遮掩过去。有了这颗人参，换个几千斤粮种肯定不成问题。掌柜的，你们这儿可有粮种？有是有，100文1斤，你买得起吗？我记得平时的粮价顶多20文1斤，现在竟然涨到100文。本公子记得朝廷早已明发谕旨，大灾之年粮种不得涨价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位公子，这里可是边城，离皇城千里之远，将在外，还君命有所不受呢。谕旨，我可没见着。大胆刁民，敢这么跟公子说话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只要你是大秦子民，必须遵从谕旨。50文1斤，爱要不要？哎，小公子，多谢了，50文就50文吧。给我来1000斤。啥？1000斤？那可是50两银子啊！就你穿着穷酸样，你买得起吗？若是我有这个，你说买得起吗？这么大的人参，这可是100年以上的，够了。掌柜的，这根人参最起码也值100两，你50两就想收了，未免太欺负人了吧？我出200两。你卖给我如何？好，有钱不赚，王八蛋，给你。有钱不赚，王八蛋，给你。子轩，给钱。买1000斤，另外找车给我送过去。行，现在的买家都成了大爷。
这生意不好做。多谢公子了。叫我安宁就好。你是这附近的村民吗？我家住在离这儿10里地的小河村，你叫我明宇就好了。公子，小河村离镇北军驻地并不远。我正要前往镇北军驻地，不知可否与小哥同行？你是军人？我兄长在镇北军效力，我此次前来是为了探望他，这株人参也是为了送给他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无论在哪个朝代，保家卫国的军人都值得敬佩。来，这100两你收着，这人参啊，就算我100两卖给你，其他的就算我对军人的敬意。你的这份心意，我一定会向兄长表达的。这是50两银子，2种已经装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出发。多谢。小河村到了，要不要去我家坐一坐？我心忧兄长，不便久留，有缘再会。好。这是我的信物，如果遇到困难，可持此玉佩前往镇北军驻地找我。那礼尚往来，你此去边城，我也送你一件礼物。此物呢，名为电棍。你若遇到坏人，只需要像剑一样给他刺过去，然后摁动这个开关，敌人便会被电晕过去。此物果然神奇，多谢小兄弟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别过。我们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周大牛、周二牛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当然是要拿明月去跟陈员外换良种。别动！你们敢伤害我弟和妹，我要你们死！我数3声，把我妹放开！有本事你就打，明月一定先死。1、2，我就不信这么远你能打到我。3，住手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周大牛，放开明月，都乡里乡亲的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？我呸！我就知道能换良种。既然明宇不愿意，那我就帮他一把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大哥，你没事吗？师姐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惹的祸。不要这么说，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揽在自己身上。明宇，你杀了我大哥，我要你偿命！那都是他自找的，敢欺负我弟弟和妹妹，我要他的命！村长，你可要为我们兄弟做主啊！我们也是为了全村的人着想，难道要为了明月这个小眼睁睁的看着全村人饿死吗？村长，这陈员外不接我们良种，我接。你说啥？哼，大秦朝的牛都被你吹光了，你家要是有良种，你爹娘还能被饿死啊？村长，我看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明月嫁给陈员外。陈员外家财万贯，要是能嫁给陈员外，那是明月的福气。这么有福气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谁都知道陈员外就是个变态，凡嫁进陈员外家的，活不过3天。你这分明就是要我妹去送死是吧？他不死，全村人都得被饿死，用他一条命换全村人的命，值！够了！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丧尽天良的话呢？明月这丫头，她又不是物件，怎么能换来换去呢？就是饿死我这个老骨头，也不会干辱没祖宗的事儿。哼！老不死的，你不同意没关系，我不信其他村民跟你一样，宁愿自己饿死，也要护着明月这个小贱人。谁说村里人都会饿死？真的是良种啊！你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多良种？我前天在山上碰运气，找到一株500年的人参，拿它卖了，换了1000斤良种。凭什么你的运气这么好？村长，你快去召集村里人来登记用粮，
借多少还多少。好啊！哎呀，明月啊，我替全村人谢谢你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帮助这些乡邻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嘛，明月，你有什么要求，我一定满足你。我这个嘛，不借给畜生，这2头牛，我不借。哼，老子不稀罕。但你打伤了我大哥，总得赔偿吧？那是他活该，还敢打伤我弟弟和妹妹，我这叫正当防卫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啊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大哥，我肚子有点疼，定是刚才被周大牛踢到了。周大牛，你踢伤我弟弟，这难道不该赔偿吗？哎呀，你竟敢踢小锦！小锦这么小，你怎么下得去脚啊？啊！都是那小崽子活该！既然如此，咱们两家谁也不欠谁的。林明宇，你给老子等着，我早晚弄死你！走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村长，快去叫大家来领羊肉，这一共是1000斤，我留下100斤，其余的各家平分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小兄弟，今天辛苦你了，你把这些货卸了，就能回去了。小姐，你告诉哥哥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大哥，我偷偷告诉你，我刚才根本没有被周大牛踢住，那是我自己摔倒的。行，你以后要保护好自己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你和姐姐。我知道了。哥哥，你今天好酷啊！刚才砰的一声，周大牛被打得屁滚尿流。哥哥，砰的一声是什么东西呀？哎呦，那就是个小石子儿。你赶紧跟姐姐回房间，不要让别人看到你在这儿活蹦乱跳啊！快走。这臭小子挺机灵啊，不愧是我弟弟。现在村里户户都有粮可种，不过产量低，税收还高，是时候想办法想些其他作物了。红薯，这红薯不仅产量高，而且还耐旱。大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大哥，这些土疙瘩也能吃吗？小月，你们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东西吗？看来现在红薯还没有出现，若是我能种植成功，可以让村里人一起种，就算以后再发生旱灾，也不怕饿肚子了。这东西啊，叫做红薯，很好吃的，而且产量还高，亩产能达到1-2千斤。哥，这啥呀？1亩1000斤？对啊，你不信的话，咱们可以先种1亩，到时候你看就知道了。大哥，小锦想吃红薯。小馋猫，行，那哥哥一会儿给你做个拔丝地瓜红薯粥、红薯丸子。哥哥最好了。你呀，就知道吃。拔丝红薯好好吃，大哥，咱们家可以天天吃拔丝红薯吗？行，那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哥，你别太惯着他了。小姐，想要吃红薯呢，以后就得跟你大哥一起去种红薯，知道吗？我要种红薯。行，那咱明天就去种红薯。家里现在一共有10亩田地，其中有6亩都是水田，剩下4亩是旱田。这块地约莫有1亩，是家里最肥的一块，就用它来种红薯。哥，这红薯应该怎么种啊？现在刚下过雨，土地比较松软，只需要挖个坑，把秧苗埋进去就行。好。这红薯秧苗是用星辰笔画出来的，也不知道是否能成活。哥哥姐姐，小锦要自己种红薯。行，那你要小心一些。这附近有个沟渠，只需要把河水引过来，红薯就能成活了。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吃到甜甜的拔丝红薯了。明月，快跟我去瞧瞧，上游的大河村把河口给堵了。他们堵河口干什么？一场大灾过后，各村都在抢水呢。咱们村在下游，本来就没有多少水，现在都让大河村给抢去了。哎，哥，那
那这水要是引进不进来的话，这红薯苗可怎么办啊？只能等晚上了。既然他们敢堵河道，那我就用星辰笔重分山河。不用去了，他们既然敢堵，那我们去了也没有用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村长，你若是信我，你只管回去，明日一早我保证水到渠成。当真？现在村民正等着水播种呢，如果明天早上没有水的话，恐怕会有麻烦的。村长放心，我明宇说话算话。哎，行，那我现在就安抚村民，不跟你多说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大哥，你是不是又想动用星辰笔的力量啊？这会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啊？没事儿，大哥会量力而行的。他们之所以堵河，就是因为这河流量太小了。那我便让这条河奔流不息。哼，去。我去，好肥的一条鱼啊！那今天可以给小月和小锦做一顿酸菜鱼了。哦呦，好烫！哦，哥啊，你这怎么起这么早，把早饭都做好了也不叫我？大哥，好香啊！我闻到鱼肉味了。就你这小馋猫鼻子灵，哥今天做的酸菜鱼，快坐下吃，快洗漱去吧。大哥，你等我。开吃。哥哥吃，谢谢小姐。姐姐吃，谢谢小锦。我吃。哇，好好吃啊！哎呦，二牛啊，这大清早来我家想干什么呀？明宇，你们家是不是做鱼肉了？我老远就闻到鱼肉的味道。周二牛，你家是不是住海边啊？你咋管这么宽呢？啊？嘿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！这灾荒刚过，你小子竟然都吃上鱼肉了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既然被我发现了，那就得分我一半。哼，这鱼是我自己抓的，凭什么要分你一半啊？你想吃啊，自己抓去。自从饥荒开始，我很长时间没有抓到鱼了。对了，明宇，你这条鱼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该不会是你偷的吧？我真想把我这42的脚逼到你脸上！哼，你是不是太久不当人，连人话都听不懂了啊？这条鱼是我自己抓的，你立刻从我家滚出去，别打扰我家吃饭。这条鱼从哪儿抓的？除非你告诉我，否则我绝对不走。河边的小鱼，想吃自己抓去。明宇，你在逗我玩是吧？村外那条河昨天就被大河村的人把水堵上了，连水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有鱼啊？不是你去看过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没水啊？昨天夜里也没下雨。二牛，你可真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谁跟你说了只有下雨它才有水啊？我是读书少，但你骗不了我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天上不下雨，哪有水？我看你就是想打发我走，然后好把这条鱼独吞。那是又如何呢？那我就去村里嚷嚷，你们家吃独食，我吃不到鱼，你们也别想吃到。你去呗。明宇啊，你看我给你送鱼来了。这条鱼哪抓的？当然从河里抓的。咱们村口那条河突然发了大水，里边好多鱼，咱们村里的人都在那抓鱼呢。我这就回去拿网捞鱼去，说不定还能卖几个钱。哎，明宇，你可真神啊！你说今天早上来水，果然灵验了。村长，我家里也抓了一条，这条您就自己留着吃吧。哎，我抓了2条，家里留1条，这条啊，你务必要收下。村长，吃饭了吗？一起坐下来吃点。哎呀，你婶子在家里正坐着呢，我现在就回去吃，吃完以后我也去抓鱼。对了，你们也快点吃，吃完以后咱们一起去抓鱼。哎，小雨、小锦，咱们快吃，待会儿咱们抓鱼去。哦，抓鱼去了。你们在这等着，看哥今天大展身手，给你们捞条大的。哇，大哥最棒了！
大哥你放心吧，我会看好小锦，不让她去河边的。哼！妈的，又是空网！我一大早就来了，连条泥鳅都没捞到，真是奇了怪了。明宇啊，你们家不是都吃到鱼了，干嘛也还来跟我们抢鱼啊？这河是你家开的，我想捞就捞。这河里根本就没鱼。有本事你就捞，我看你能捞来什么东西。装模作样！我们来这么长时间，什么都没捞到，你刚来就捞到，怎么可能？好大的鱼啊！真他妈见鬼了！真捞到条大鱼！这条鱼最起码4、5斤。明宇，你今天早上出门采狗屎了，运气这么好，凭啥老子连一条鱼都没捞到？小雨、小姐，拿桶来。好大的鱼啊！大哥，你好厉害，捞到这么大的鱼！这算啥？等着，哥再去给你捞个大的。干什么？想截活啊？放屁！这本来就是老子先看到的鱼，正准备捞呢，你就过来了。行，那你捞。这么沉，捞到了，一定是大鱼啊！捞到了，这一定是条大鱼啊！没想到这周家兄弟还真捞条大鱼啊！是不是？瞅，一定是条大鱼。看样子得有20、30斤重吧？大哥，快来帮忙呀！慢着，好重啊！是鱼吗？哎呦，这石头鱼可真大呀！你们吃的时候小心把牙给崩了。怪不得这么重，原来是个石头呀！是让你们抢我哥哥的鱼。原来是个石头啊！哎呀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这能怪我吗？不是你让我跟明宇抢鱼吗？难道不是你出的主意？这个叫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我就不信你每次都捞到鱼。还真让你们说对了。我确实不可能次次捞上鱼，捞上了王八。哇，好大的王八！回去大哥给你做个霸王别姬。哥，啥是霸王别姬啊？就是王八炖鸡。明宇啊，这王八把它送到镇上，能卖不少银子呢，换成粗粮能吃好几个月呢。你当真要吃啊？这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不就是一条王八吗？我再捞一条就是了。小雨、小锦，走，回去咱们吃霸王别姬。霸王别姬好好吃啊，要是能天天吃就好了。这顿饭起码要1两银子，哪能天天让你这么吃啊？美的你！无妨，以后想吃哥天天给你们做。真的吗？大哥，咱们现在能吃饱就已经很好了，哪能天天这样？这是我上次卖人参的100两，然后买2种，花了50两，这就是剩下的50两，你收下。大哥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呀？好，你要是用的话，就跟我说。下午你和弟弟在家里，我去地里看看红薯有没有存活的。我去，这红薯怎么长得这么快？哇！用星辰笔画成的作物，这生长速度会加快啊！用不了2、3天，这就能生长出上千亩。现有良田的长势，很快就能生长出上千亩。那我还可以种土豆，种些更多的农作物。不过我家现在只有这10亩的良田，收入太慢了。我要是能把后面的山给买了，那岂不是相当于我有了一座金山？对，就这么办。
买个山需要200-300两银子，那用我这颗人参应该就足够了。明宇，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干什么呢？神神叨叨的，我还以为你中邪了呢。村长，咱们村后面那座山现在有主吗？你说那孤山呢？只有一些烂石头和杂草，不长庄稼了，也没活物，就是一座无主荒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办了。哎，村长，那如果我需要买这座山，你能帮我写个文书吗？啥？你要买那荒山啊？哎呀，虽然是荒山，也得值200-300两银子呢，你当真买吗？钱我有，只需要您帮我写个文书，再去县衙里盖个章就行。哎，村长，麻烦您了。行吧，这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。看来要去镇上卖人参了。掌柜的，您这儿收不收人参啊？小伙子，你也知道，我这店铺是咱们镇上最好的药店。你这人参若是品相一般，我可不要啊。您可以先看看，绝对是顶级品相。这炉丸紧密，相互生。圆脖圆炉，枣核顶。锦皮细纹，横鳞体。须以皮条，长又轻。珍珠点点，坠下平。小伙子，这人参可不一般吧？这至少是500年的老参了。对，你开个价。小伙子，这样，我给你800两。上次的100年人参卖了100两，这只500年竟然能卖800两。行，那我去给你取钱去。发财了！姓陈的，你来干啥？你阴魂不散，你干什么？我来药店，我还能干嘛？嗨，你来这儿买药啊？这个药店可是全县城最大最好的药店，就你这泥腿子，你买得起吗？谁给你说我是来买药的？我是来卖药的。哎呦，就你这熊小子，能有什么药啊？这儿的掌柜大眼睛可毒辣得很，一般的药压根儿就不看一眼。小公子，实在是抱歉，我账本上啊没有这么多现银，你稍安勿躁啊。掌柜的，你还真收了？陈员外，你来的可真是太巧了。你前一段不是让我给你找500年的人参吗？我给你找着了。明宇，你见过500年的人参吗？啊，今天我让你长长见识。对对对，您说的都对，感谢陈员外。陈员外，你看看这人参的品相，绝对是极品。这参气好参，好参啊！哎，掌柜的，多少钱我收了。陈员外，你看咱们也不是外人，您啊都是老客户了，这人参啊也是500年的老参了。这样，你出1500两。好，1500就1500。嘿嘿嘿，爽快呀！人参加个盒子，价格又涨了1倍。陈员外这大冤种，实至名归啊！哎呀，你个穷鬼，没见过500年的人参吗？想看？做梦！不看就不看，钱有了，可以给我了吧？给，现在就给。多谢掌柜了。哎，陈掌柜，他卖给你什么呀？就这么多，800两。喏，就是你怀里抱着的人参。你收800两，你收我1500，你黑店的？陈员外，你看这人参啊，是500年老参啊，关键时刻它能救命。我还嫌卖你1500两少了呢。不是我，掌柜的，钱货2清，多谢了。以后啊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，价格
咱们好商量。哎，明宇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呦喂，哎呀，哎呦！哇，摔到古代真苦逼，连个车都没有，累死我了。恭喜解锁新产品6级能力驾驶智力，世间车辆皆可化。谁说没有车啊？哎，画个啥车好呢？我要是画个机车的话，这恐怕会被当作妖怪抓进去。那就画个马车吧，以后还能带着小月和小锦一起出门。哎呀，这以后我也是有4驱跑马的大户人家了。嘿嘿。大哥，咱们家真买马车了吗？是啊，以后啊就带你和明月去县城玩去。来，这是给你带的糕点，和小伙伴分分。哇！明宇哥哥，我也想要你做我的哥哥。哥哥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不许抢。好了，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哥哥，来，快玩去吧。小的们跟我来。大哥，你真的买了辆马车啊？是啊，咱们以后呀，免不了要出远门，有了马车方便一些。来，这是给你们买的新衣服，快去试试。大哥，我平时又不怎么出门，你以后不要给我买新衣服。怎么能用不到呢？你一个女孩子就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这样才好觅得如意郎君嘛。哎呀，大哥你，我去试衣服了。明宇啊，买山的事儿我给你办好了，多谢村长。我是好说歹说，县上同意以20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你，不过在3日之内你要把银子凑齐，否则契约作废。不必3日了，我今日就能把这200两银子付清。哎呀，明宇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凑足了200两银子了呀？我又在山上找了一根人参，这是卖人参的钱。这山上真的有人参吗？我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，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见过人参呢。哎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哎，罢了，这就是命运。明宇啊，活该你发财呀！这才是发小财。我的目标是成为大秦的首富，召唤金龙。神笔，我现在用多少次了？距离召唤金龙还差多少？主人，你现在使用的新神笔共计30次，等级为6级，只有使用100次才能召唤金龙哦。主人要继续加油。什么？我才用了30次，看来之后要多用神笔了。现在我就去山上看看有什么能用到神笔的地方。这也太慌了吧！怪不得只卖我200两。哎。这块地种红薯，去；这块地种土豆，去；这块地种玉米，去；剩下的全部都种水稻去。山下的红薯3天左右就能成熟，这一片估计很快也能成熟了。安宁兄弟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当初安宁不是说去镇北军探望兄长吗？可如今他却狼狈地出现在荒山上，莫非是镇北军出现什么问题了？镇北军是我们的屏障，要是镇北军出事的话，那北戎人会被攻进来呀。镇北军主帅是秦国镇北王，素有战神之称，是绝对不会轻易让北戎人进关的。小月别担心，有哥哥在，不会出事的。你先出去弄点吃的，我给他擦洗一下身体。男人的胸怎么也这么软啊？
她是女的。你流氓！小丫头，你竟敢取笑我！这位公，小姐，毕竟我大哥之前一直以为你是男子，没想到你会女扮男装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不是说去镇北军探望兄长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荒山上？还有，你不是还有个侍卫吗？他去哪了？他为我引开那些刺杀我的敌人，我就一直跑，最后迷失了方向。那你就先在我这住下来吧，等你养好身体，我再送你去镇北军。谢谢你，能不能帮我找到子轩？子轩一个人面对那些杀手，我担心他会出事。我会留意的。你先帮他换衣服吧，我去做饭。大哥，你给我的糖和点心都被吃完了。别伤心了，大哥再去给你买。快去洗手吃饭。哇，好香啊！大哥，我去洗手，你等着我。好。大哥，这小景风风火火的干嘛去啊？他着急吃鸡肉洗手去了。对了，安宁收拾好了吗？我去，没想到安宁的女装这么漂亮，一点也不输上一世那些顶流女星。别傻站着了，来吃饭。大哥，我回来啦。姐姐，你是我嫂子吗？臭小子，别乱说话，这是客人，暂时住在咱们家的。我知道了。漂亮姐姐，我大哥年方20，长得帅，还会做饭，而且还会挣钱，你要不要考虑做我嫂子啊？我暂时还没有想成家的打算，抱歉啊。安宁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她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快吃饭吧，小孩家家的，操心的倒不少，小心长不高啊！我要长哥哥一样高，我要吃2碗大米饭。好，米饭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我们家都是粗茶淡饭，你也别拘束，随意些。你管这叫粗茶淡饭？你可知道现在是灾荒年，就连当今皇上也不见得一日3餐都能吃得上白米饭呢。饥荒这么严重吗？我前往镇北军驻地，我发现他们现在已经在杀战马吃肉了。杀战马？那若是北戎袭来，难道用血肉之躯抵抗吗？这镇北王他没有阻拦吗？要么饿死，要么被北戎人杀死。而且现在镇北王已经在想办法，只要我们筹措到粮食，就能解决燃眉之急。我在山上种的那些粮食，过几天就成熟了，倒是可以卖一些给镇北军，不仅能挣一笔钱，而且还能帮镇北军一臂之力。先吃饭吧，镇北军的事等以后再说。好吃。这是什么？竟有股如此诱人的香气，我竟从未见过。这叫红薯，也叫地瓜，非常好吃的，你快尝尝。等等，不是这么吃的，像这样给它剥开，然后咬一口。你快试试。好吃吗？竟如此的美味。这红薯还有多少斤？这个红薯啊，可是我们自己种的，1亩呢就能产出1000斤来。我们最近啊，也就是尝试着种了种。我能不能全要了？若是你要送给镇北军的话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得等到我3日后，我才能给你。好，我现在就赶往镇北军，去叫我兄长带军来接收。等，你就不怕有杀手在半路拦住你啊？那怎么办？必须要尽快通知兄长。不用了，我有办法。你写一封信，然后交给我，我会想办法送到你兄长那里的。既然地上不安全了，那就走天上，不知道能不能画出无人机这种带科技的东西。恭喜主人，解锁新产品7级能力，科技之力，手机、电脑、无人机皆可化。
此地距离镇北军驻地约有几百里，这种军用无人机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哼。去吧，小鸡鸡，我能不能赚大钱就看你的了。往这儿，再往这儿，哎，我看到军营了。可是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你？那我只能用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了。哎，秦渊，秦渊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受你妹妹安宁所托，替她给你送封信。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妹妹在哪儿？她可否有危险？她很安全，现在不方便来，缘由看信便知。至于我嘛，有缘自会相见。啊！现在信已送到，我只需要等待镇北王来上门收粮食就好了。哼，到时候兴许我最少就能赚到10万两黄金，那我成为秦国首富指日可待啊！不问自取就是他！你们把护士给我放下！小婊子，老子打死你！住手！住手！小月，你没事吧？哥，我没事儿。我带安妮姐姐来看红薯，他们两个在这偷偷摸摸的，绝对不能放他们离开。你们两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家伙，偷东西偷到我地里来了。我看这地里种的啥，怎么就偷了？我们不就挖了几个土疙瘩吗？明宇，大家都乡里乡亲的，你不会连这都要计较吧？什么土疙瘩？那是能卖钱的。卖钱？明宇，那土疙瘩能卖几个钱啊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这地里的东西可值钱了，你们最好别打他的主意，否则我有的是手段收拾你们。滚！我倒要看看你们满地的土疙瘩能卖几个钱。哼！哥，这周家兄弟在村里横行霸道这么久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小姑娘家的你不用担心，有大哥在。怎么样，信送出去了吗？送出去了，想必他应该很快就来接你了。太好了，明玉，谢谢你。没事儿，我也是有私心的，我也是想让你们帮我打开销路嘛。哥，你看，咱们种红薯一下子结出来了4、5个，一下子能大卖的。荒山良田的粮食长势不错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再有2天我就能挣到不少钱了。这里是小河村明宇家吗？你可是安宁的兄长秦渊？大胆，怎敢直呼王爷性命？虎哥，你没事吗？虎哥，多亏明玉救了我，我没事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派人去救救子轩，他独自一人为我前往，我怕。子轩没事儿，他现在正在军营养伤，你不用担心。太好了。这是1万两银票，感谢你救了安宁。1万两，这么大方，看来这个秦渊并非普通士兵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而且我出手相救，纯粹是拔刀相助，绝不是为了钱财的呀。抱歉，是我狭隘了。你难道不知道坚持一下吗？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收下了呀。那可是1万两啊！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这块玉佩你拿着，日后有事可持此玉佩到镇北军寻我。算了，玉佩也行，总比没有强。好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安宁，刚才那封信是谁送的？是明玉送过去的。镇北军驻地距此100里之遥，这才1天时间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他不会发现我就是无人机背后的人了吧？糟糕，我不会被当作妖怪抓起来烧了吧？那个会飞的怪物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会飞的怪物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去，小鸡鸡，你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，你玩我呢吧？就是他给我送的信。明宇，这是什么？你说这个呀，这个就是小小的机关玩具罢了。机关玩具？对啊，
这古时候墨家不是经常用一些机关术飞鸟传信吗？这是我根据一本古籍上的机关术做出来的飞鸟，它一日便可行千里之遥。千里之遥，竟有如此神物，那他在战场上岂不是可以探查敌情？没错，有如此神器，我镇北军将如虎添翼。命运兄弟，这只鸡你可愿卖？这个嘛，这个的制作难度可是很难的，这让我很为难，很为难啊！我这次来的匆忙，只带了1万两银票，你看这够不够？看在你是安宁长兄的份上，那就给你个友情价吧。不过这东西吧，它还是需要学习操控一下，我来教你吧。操控无人机呢，需要用这个摇杆，前后左右的平移以及上升和下降，确保无人机能够稳定悬停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来，那你上手试试。没想到你这学的还挺快的。这画面如此清晰，简直就是战场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。有了这只鸡，我一定能把北荣揍回老家。竟有如此神物，明宇，你真是立了大功了。这可是21世纪最先进的无人机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杀器。我去，有人在偷红薯！你们全都给我住手！这可是你们逼我的。陈员外，你再不给我住手，我数3个数，我一准让你遭雷劈！这大晴天的，怎么可能会打雷呢？就是你胡啊，门儿都没有。1、2，你们干嘛呢？啊，使劲，没吃饭呢，快点，别磨叽。3。员外，我他妈就想吃个红薯，怎么遭雷劈了？再不停手，下场和他一样。我要到官府告你！你可真有意思，明明是你偷我家红薯，你也要跑到官府告我？这些红薯，那可是要给镇北大将军的。你公然拿来劈我，你这是和官府作对！你说你抢这些红薯是为了送给镇北王？当然啊！你家家财万贯，即便饥荒年你也是大鱼大肉，你怎么不拿你家粮食去呢？当他人之慨，你真他妈无耻！你们这些穷酸鬼，那靠的是镇北王，本老爷有钱的很，我到哪儿都是锦衣玉食。是吗？你又是谁？在本老爷面前还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放肆！镇北王亲临还不跪下？没想到他就是威名赫赫的镇北王。等等，我记得镇北王是五皇子，那安宁岂不是公主？镇北王？既然你这么为本王着想，来人，带他去陈家，将陈家粮食全部拉回军营。我也变成个穷光蛋了。你这样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明宇，求他吧。对，都是牛家兄弟，他们出的主意。我是被利用的呀！姓陈的，你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偷红薯想卖钱，关我们什么事？就是。看来你们两兄弟没把我的警告放在心上。镇北王，明日里这两兄弟在村里恃强凌弱，不如把他们送去军中，上阵杀敌。把他们带走，编入杂役营。镇北王饶命啊！镇北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我错了，饶命啊！明宇。那你家的粮食呢？全都捐了，别让我充军啊！镇北王，多谢了。你竟然丝毫不讶异我的身份，这么说，你早就知道安宁是大秦长公主？我确实知道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，可我没想到她竟然是大秦最尊贵的嫡长公主。安宁在信中说，能解决镇北军困境的东西，就是这些红薯。是，
我这一亩良田可种出1000斤红薯。若真是如此，我镇北军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了。来人，召集所有村民前来挖红薯。是。10万镇北军，这1000多斤红薯还是远远有些不够。明宇兄弟，你可还有其他办法？我托大叫你一声秦兄，再给我2天，我保证给你一个大惊喜。没想到这座荒山上竟然藏着上千亩良田。有了这些粮食，我镇北军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了。怎么样，没让你失望吧？明宇，你直接带我过来，就不怕我用强权抢走这些粮食？虽然你是镇北王，但我还真不怕你。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若是我愿意，我能分分钟让这大秦王朝改朝换代。大胆！你这是谋逆，当诛九族！我的9族早就在这场饥荒当中全部饿死了，现在只剩下我和弟妹3人。镇北王，我之所以带你过来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有能让天下人吃饱饭的方法。你身为王爷，就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。秦渊代天下人感谢明兄弟高义，我秦渊必定不负所托，还天下人一个太平盛世。你现在可以让所有人来收割，这里所有粮食我都按市价销售。多谢。你现在立刻回营，率5000将士装扮作难民而来，将粮食收割后秘密押送回营。是。这个秦渊还不算傻，知道替我隐瞒这1000亩良田的事。对了，收获之后，你可以将一部分的粮食作为种子分发下去。本王这就交代人去办。王爷，这次共收获10万斤红薯、5万斤土豆、5万斤玉米和2万斤的水稻。按照这个产量计算，咱们能收获上百万斤的粮食啊！有了这些粮食，不仅镇北军的困境能够解决，就连大秦的饥荒也能得到缓解。明宇兄弟，你就是我大秦朝的恩人，本王一定要向父皇为你请功。那便多谢了。在这个封建王朝，有皇家护航，致富的道路才会一帆风顺。这是100万的银票，待粮食全部收割后，不足的部分我再补给你。100万两，我这2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我离成为大秦首富不远了。大哥，你回来啦！快来吃饭，今天姐姐做了烧鸡。就这几个菜，我再去做几个菜吧。哎，大哥，我去吧。有些菜你不知道放在哪儿，还是我去吧。明宇兄弟，不必米费，能吃上这么一餐已经很丰盛了。你先别着急拒绝，有很多菜你这辈子都没吃过。今天可是招待大客户，这食材可不能再寒酸了。先来个西红柿炒鸡蛋，再来个麻辣小龙虾，最后再来个酸辣土豆丝儿。不行，还差一瓶红酒。唉，不过喝红酒怎能少得了高脚杯呢？恭喜主人解锁新产品8件能力，玻璃制品，世间玻璃皆可化。对呀，大秦现在还没有玻璃制品，我只要用星辰笔画出来就能无限复制，这简直就是无本万利啊！来了，西红柿炒鸡蛋，酸辣土豆丝。番茄是什么？土豆又是什么？小姐姐，你怎么连番茄和土豆都不知道？番茄酸酸甜甜的，可好吃了；土豆能做薯片和薯条，可香了。就你懂得多啊！因为大哥给我吃过呀。原来这就是土豆做出来的菜，色香味俱全，就连我父亲都不曾吃过。别着急，我还有一道菜和一瓶酒。小姐，跟哥去拿东西。好。麻辣小龙虾。葡萄酒来了。我只听说过烧刀子女儿红，这葡萄酒是什么酒？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
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好诗，就凭这一句“古来征战几人回”，咱们今天就喝他个痛快。来，喝个痛快。谢谢大哥。大哥，小锦不能喝吗？等你长大了就能喝了。来，小锦，姐姐给你夹个鸡腿。谢谢姐姐。这杯子是琉璃，这叫玻璃，和琉璃还有些不同。精妙绝伦，精妙绝伦啊！这精湛的工艺，倘若放在京城售卖，价值何止千金。我倒是有准备把此物卖到京城，但是我一个小老百姓，就连京城的门往哪儿开我都不知道，到时候还得仰仗两位。我在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上有一个铺子，那个铺子里啊，全部都是京城权贵家的夫人小姐。如果他们看到这么精致的杯子，他们一定会不惜高价买下。那如果到时候能把此物卖到京城去，你们拿到40%利润，我只要60%。好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干杯！小机灵鬼，除了玻璃制品呢，我还有一些东西也想一并卖到京城去，到时候还需要你们的帮忙。你们跟着我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银子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干杯！我还要喝，我没醉。哎呀，好了，大哥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该休息了。我去给你煮点醒酒汤啊。大哥喝水。小月，小姐，哥哥呢，已经赚到大钱了，这钱你们以后随便花。大哥，这可是100万两呀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呀？别忘了，哥可是有神笔的人。哇，小锦，你听姐姐跟你说啊，你今天看的这些事情，出去不能乱说，知道了吗？姐姐，小锦明白，大哥不是一般人。小锦真聪明，想看看这支笔有什么功效吗？来，哥哥演示给你看。大哥，没事的，大哥没有喝醉，大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小锦，他迟早也是要知道的。看好了，哥哥给你演示一下。此为镜子，此为口红，此为香皂，此为爆米花。恭喜主人解锁星辰笔9级能力，美妆之力，世间美妆皆可化。哇，大哥好厉害！这真的是镜子吗？这照的也太清楚了。来，这是口红，又叫口脂，你快试试。哇，姐姐变得好漂亮！这口红的颜色竟然比口脂还要鲜艳，真漂亮。果然，没有一个女人能抵挡住口红的诱惑。小月、明宇睡了吗？安宁姐姐，你刚刚用了口脂？不是口脂，是口红。这也是你发明的东西？对，这个也是我想带去京城售卖的物品之一。安宁姐姐，你快涂上这个口红试试，一定很好看。这是镜子，你涂了口红之后，它就可以照出来你涂口红的效果。这竟然是镜子！镜中之物，纤毫毕现，简直就是神物。这也是你做的？没错，是我做的。除了镜子，
还有这个香皂也是。好香啊，还有一种茉莉花的味道，这有何用处？这个既可以消灭手上的细菌，还可以护肤、洗手用的。妙啊！这也是你想要售卖的货物吗？你觉得如何？不瞒你说，如果京城的贵女娘娘们知道此物，只要放出一点消息，便会被抢购一空。我还会额外买一套送给你，你可以拿去送礼，剩下的你就放在铺子里出售，价格嘛可以适当高一些，毕竟物以稀为贵嘛。好，多谢。果然比口纸的效果更好。若是京城的贵女娘娘们知道此神物，我的门槛定会被踩空的。啊，我明天就要回京了。这么着急吗？我母亲的寿宴在即，我必须赶在她寿宴之前回京。明天护送的队伍就会来接我。好，那我今晚赶一赶，把需要的东西凑个齐，就全给你。好，多谢，那我便不打扰你们了。大哥，一晚上的时间，你真的能成功吗？我试试吧。大哥，真的成功了！看来星辰笔可以批量生产，这样我就无限生产。大哥，吃完了没有了，我还想吃。明天哥哥再给你做，今天太晚了，不能吃了。小景听话，明天我要带过去给二胖、大牛、三丫他们一起吃。好，大哥，明天让你吃个够。小锦想吃爆米花，可画的哪有炸的香啊？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你最爱吃的爆米花，就是用这个做成的。哥哥待会儿给你炸爆米花吃。哦，炸爆米花喽！怎么回事？我哥哥在做爆米花呢。啊，爆米花？来，快来尝尝我第一次做的爆米花。好吃哦！甜而不腻，还有古玉米的清香，如此美味。此物叫什么名字？姐姐，这是爆米花。哥哥，快给小景吃！拿去，给你的小伙伴吃吧。林兄弟，这爆米花可还有？我父亲母亲都爱吃甜食，如果还有的话，我愿出高价购买。秦渊的父亲母亲，那不就是大秦的皇上和皇后吗？在前世10块钱就能买一大包的爆米花，竟然也要成为御用贡品了。我再给你炸一锅。小姐，属下护卫不力，让小姐受苦了。若不是你引开厮杀我的人，我恐怕早就丧命了。护卫队伍可带来了。属下这次一定确保小姐万无一失，护送小姐回京。这次呢，我准备了1000件玻璃制品，1000个杯子，500支口红，1000块香皂，都放在马车上了。这些东西恐怕不出半个月就能全部售完。这是一盒爆米花，你要吃的时候就打开，不然会影响口感。这个给你，这是手枪，如果你遇到要害你的人，你只需要将枪口对准要害你的人，扣动扳机。不过你切记，这个时候要谨慎使用，不然害人害己。谢谢你啊，明宇。安宁姐姐，你一路保重啊！小月，你一定要来京城看我。
明宇兄弟，若是遇到困难，尽可到正北军寻我。金兄，再会。小月，你不用太伤心，等过段时间我就带小景和你去京城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明宇啊，听说你种的红薯亩产1000斤，就连镇北王都过来购买，是真的吗？确实如此。这次呢，我还留下了一部分红薯作为种子，可以问问乡亲们，如果谁愿意种植，可来我这边登记，我就把种子借给大家。等到收获的时候呢，到时候借多少还我多少就行了。明宇，这红薯可是赚钱的金疙瘩，你真希望我们一起种吗？当然了，镇北王也会把这红薯推广到整个大秦。到时候啊，红薯以后就没这么值钱了，但是会让人人都吃得起饭。行，那我先报个名。我也要报名。我也要报名。大家先不用急，这次呢不仅有红薯，还有土豆，我会把这种植方法都教给大家，包教包会。明宇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给村民一个生路啊！这是我该做的。不过村长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。这村里大部分人都是逃荒的，咱们这村里的荒田能不能租给我？没问题，我跟县衙知会一声就行了。行，那就多谢村长了。我家人口也少，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，也会欢迎大家过来帮忙。到时候每人每天100文。100文，能挣这么多？我们种地1年才赚2-3两银子，明宇一天就给我们几百文。只要大家都跟着我好好干，我肯定不会让大家饿肚子的。我跟你干，我跟你干，我跟你干。明宇啊，村里有撂荒地，一共120亩，约摸着大概400-500两银子，你当真全部买下？对，这是500两银子，你看看不够的话，我还给你。行，我现在就去衙门，一定给你办妥。那我先走了。我现在有100万家产，还有上千亩良田，距离成为大秦首富又近了一步。哥哥，爆米花没有了。你们还想吃啊？嗯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们炸一锅。好。爆米花果然是孩子们无法抗拒的。现在我有了充足的启动资金，不如去线上开家卖零食，再做些奶茶和果茶。就这么办。小月、小姐，快出来，哥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。大哥，这是什么呀？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呢叫做米糕，是用棉花糖和糖制成的。这个呢叫做辣条，是用辣椒油和面粉做成的。这是今天的重头戏，这个叫做方便面，只要用热水冲泡，味道特别美味。大哥，那这碗里面是什么？粥吗？这个叫做奶茶，是牛乳香而不腻。来，小雨你尝尝。这个呢是果茶和柠檬混合茶叶冲泡而成。来，小姐你尝尝。好好喝啊！太好喝了。哎，再尝尝辣条。啊，好辣，等我还想吃。这奶茶居然还能解辣，真的不辣了。来，你们再来最后一口方便面，绝对让你们一发入魂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来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好吃啊！大哥，我可以把这一碗都吃了吗？啊，吃吧。大哥，我还想吃。大哥，我还想吃。不行，不能再吃了，再吃你就吃不下午饭了。今天午饭可是酸菜鱼，你确定要吃这方便面吗？我要吃鱼。哥，你这是要做货郎，跳到集市上去售卖吗？那多累啊！你哥这小身板肯定遭不住啊。哥呢，准备去盘个铺子，然后专门卖这些小零食。大哥，只要你想做，我和小锦都会支持你。行，那等一会儿午饭，哥带你们去县城。
好耶！呵，我还是第一次去县城。好好吃糖葫芦，这一串可2文钱呢，能不好吃吗？没事儿，哥哥也会做，等回去给你做，有山楂，还有草莓。大哥，你好厉害，会做好多好吃的。大哥，你是要租这个铺子吗？这间铺子位置好，而且面积也不小，确实挺合适。这边人不多，而且若真是旺铺，掌柜的为啥不继续干了呢？因为它位置好虽好，但他选错了类型。你看，它的对面是什么？玉林阁。玉林阁是干啥的？对，玉林阁，它是县城最大的酒楼，而且呢，很多人猜测它背后一定大有来头，所以这饭馆开在玉林阁对面，肯定长久不了。那我们要租这里吗？只要价格合适，我直接把它买下来，咱们看看去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两位客官，您要吃点什么？我们不是来吃饭的，我们看到这个铺子要出租，所以过来问问。您来时也看到了，我这家铺子无论位置还是大小都无可挑剔。你们若想租，那出个价吧。这间铺子是您自己的吗？这是我们家祖业，若不是遇到困难，我也不会去出租的。那如果我要买的话，我需要多少钱？这位小哥，你莫不是逗我？我这家酒楼只租不卖。你们走吧。这样啊，行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谁这么大胆啊？敢来好客来吃饭，还公然跟我们一品阁做？哟，这不是陈员外吗？您这是又玩哪出啊？明显是跟我们作对，不是？这不是陈员外吗？您这是又玩哪出啊？绵雨啊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准备把这间酒楼盘下来。怎么，你好像有意见啊？要不要我去问问镇北？明宇，我真不知道您在这儿。你看我现在，我是身无分文，好不容易在一品阁讨了个掌柜的营生，您啊就高抬贵手啊！我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我必刨他家祖坟。明少爷，我今天真不知道您大驾光临，我要是知道您来这儿啊，我真不敢叨扰。您啊，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啊，行，那你滚吧。再让我看到你啊，我让你的下场和周家两兄弟一样。好，走。日后他应该不会再敢来找麻烦了，你的生意也会好起来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还有何事？我的铺子可以卖给你。你刚不是说是祖业不卖吗？我家祖上是御厨，告老还乡后开了这间酒楼，到后来却一代不如一代，就算没有一品阁，这间铺子早晚也开不下去。方才我看见你让那个一品阁的掌柜如此忌惮，你一定能够帮我出口恶气。好，那你开个价。那就3000两。行。这是地契。这位小哥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您说。我虽不善庖厨，但经营之道颇有经验。若您不弃，我愿留任掌柜。日后我的商业版图会不断扩大，确实应该找个帮手。此人识时务，知进退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可以，见过掌柜。掌柜，咱这家新店叫什么名字？我好提前定做匾额。咱们这家店就叫做星货铺。哇！大哥，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临时铺开业准备的吗？
当然了。哇，大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叫做三蹦子，比咱们家的马车跑得快，而且舒服。可是，咱们家开零食铺，为什么要准备三蹦子？这不是给我们的。这个呀，我打算在开业那天来一场抽奖。抽奖？大哥，什么是抽奖？抽奖就是，抽奖解释起来很麻烦，等开业那天你就知道了。怎么还不来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东家，你们可算来了！开业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可别耽误了吉时啊！东家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呢，叫做三蹦子，跑得快，而且还不颠簸。果然如此神奇，它没有马的牵引是如何前行的呢？看好了。这不会是妖怪吧？他自己竟然会动，如此神奇，难道是天上神仙的九龙沉香辇？若能坐上去，岂不是就能腾云驾雾？三蹦子虽不能让大家感受到腾云驾雾的感觉，但也是能让大家仿佛在空中飞翔一般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新货铺开业的神秘特等奖之一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待会儿就跟大家见分晓。东家，吉时快到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小二，你们在这儿看着车上东西，待会儿听我号令。可以开始了。开业仪式现在开始。好，这零食铺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一定是吃的东西。待会儿进去一看便知。今天是我们新货铺开业的日子，凡是呢在本店花费超过1两银子的，便可参与抽奖。抽奖？啥是抽奖啊？就是它。各位，今日购物后满足条件者，便可在此箱中抽取一张抽奖券，卡片上就有对应的奖项。此次抽奖一共设有4个奖项，参与奖呢共有100名，奖品便是所有奖品的8折。这似乎也不怎么样啊。此外还有3等奖20名，奖品是老母鸡1只，猪肉1斤。这还真是鸡啊！这不错，真不错呀。2等奖共设有10名，奖励是玻璃花瓶1个。这玻璃花瓶晶莹剔透，造型精美，价值何止1000金呀！同时还有1等奖5名，奖品是精美镜子1个。哎呀，这竟然是镜子啊！如此清晰，简直是神物啊！哎呀，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啊！今日抽奖最大的奖项就是这辆3蹦子，为特等奖奖品，仅此一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现在就去买零食，抽大奖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大哥，小景可以抽奖吗？小景不用抽，你想要什么，大哥都给你。大哥最好了。就是你抢我们家生意。真员外，你来干什么？明宇，这次我可不怕你了，我有靠山了。这位是当今三皇子殿下，见了还不下跪？看来这位三皇子就是一品阁的幕后大佬了。哼，草民见过三皇子殿下，不知三皇子殿下前来所为何事啊？难道是为了草民的开业仪式吗？我呸！你什么身份啊？三皇子殿下亲尊玉贵，参加你的什么开业典礼啊？那你们来干什么？今儿你这奖品全给本殿下留下。你说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放肆！你这是对三皇子殿下不尊重！来人，给我！安宁铺子里的玻璃杯、口红还有香皂都是你给的。不错，我和安宁公主是合作伙伴关系。什么？安宁姐姐竟然是公主？那些东西是我委托安宁公主带到京城去售卖的，看来这是卖得很不错。
才让堂堂三皇子殿下亲自跑到我这荒漠北境来。何止是不错，那玻璃杯口红香皂一经推出，便引得整个京城的贵妇贵女疯抢，千金难求。更可恨的是，秦渊向父皇母后进献了爆米花，父皇龙心大悦，也就意味着秦渊离太子又近了一步。我去，一锅爆米花换了秦渊一个金王爵位，爆米花这么香吗？哼！哎呀，殿下，我只负责提供那些东西，至于怎么用，我概不负责的。好一个概不负责！既然这些东西你能给安宁，那本殿下也要向你讨要一样东西。殿下不妨说来听听。本殿下就要它，此物无需牛马牵引，便可疾驰如风。如此神物，本殿下若是在父皇寿辰之日送上去，那太子之位就是我的了。殿下，草民虽不懂朝政，但也听闻当今圣上乃圣明之君，镇北王获封亲王乃是军功使然，而并非因为这爆米花吧。就算草民呢将这辆三蹦子给您，你恐怕也换不来太子之位吧？你是在暗讽本殿下不如秦渊？三皇兄，不妨告诉本王，你哪一点比本王更强？秦渊，明兄弟，我今日来迟了，这是一点小心意，庆祝你的零食铺开业之喜。多谢镇北王。三皇兄，你不在京城做你的富贵闲人，不远万里跑到北境做什么？好一个富贵闲人！你我都是父皇母后的儿子，凭什么你步步高升，而我只能碌碌无为？就凭本王消灭了北戎。消灭了北戎？这不可能！北戎兵强马大，而你镇北军连饭都吃不饱。此乃北戎降书，北戎皇室上至天子，下至群臣，皆被本王所掳。你若不信，大可回去亲眼看一看。镇北王这功绩堪比霍去病啊，怪不得被封为这亲王。王爷，这百姓面前还是给三皇子一个面子吧。既然三皇子想要这三蹦子，那我送他便是了。也罢，不过是一辆车罢了，也不好因此伤了我们兄弟和气。你果真要送给我？这还能有假？我来教你如何骑行。骑车之前呢，你先插上钥匙，然后呢，只需呢插入钥匙，拧动一下，但切记不可拧动太快，这车子呢就发动了。好，明白明白。三皇兄，你不会不敢开吧？谁说我不敢的？这，哎呦，这，哎呀，这，哎呦，这太可怕了！这车你还要献给陛下吗？需不需要我？这东西，要是陛下骑出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这脑袋就别想要了。好吗？这是你自己不要的，不是我不给哦。明宇，你给我等着！做得好，你放心，他以后啊绝不敢再来了。王爷，里面请。这些就是你零食铺所售卖的东西啊。祈愿哥哥，辣条很辣，泡面很香，奶茶很甜，哼，你快尝尝。味道不错。哇，这真的是面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。此物名为方便面，你要吃的时候只需要加入热水和调料包就可以了。若这么说的话，若是行军打仗带上它，那岂不是不用挨饿了？原理来说是这样的。我要订10万桶。那你可是我的大客户。那这样，我给你成本价，1桶呢就卖你500文，你只需要给我5万两白银就行。3天之后，你到上河村取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泡面
500文一桶，真的会有人买？东家，仅仅一上午，咱们备的货已经快卖空了，一共进账150两银子。这泡面还真有人买。回王爷，泡面是卖的最快的。本王倒是好奇，这泡面500文一桶，相当于一户人家1个月的开销，你们怎么卖出去啊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就这，能有用吗？别急，你先看。小哥，这泡面真有那么好吃吗？这位客官，我只是教你们如何吃泡面，味道怎么样，你买一桶尝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，给我买，我要买，给我来点，哎呀，给我留点。我真是服了，你这招可谓是引诱之策，没想到做生意也能用到兵法。这叫现场吃播，没有人能抵挡得了吃播的诱惑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你不会想让我去京城吧？安宁上次带进京的那些东西，不到1天就卖了个精光。他让我趁着这次回京，给父皇祝寿的机会，一定要带上你一起去。也好，不过需要等几日。零食铺刚开业，我需要安排一下。还有那些泡面，我也得安排好。可父皇寿宴还有7日，咱们快马加鞭，也将能赶到。若是再耽搁，就真的耽搁万寿节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就算当天去，我也能1天就到。好，我用神笔画出一辆越野车，只需要1天时间就能到京城，我可是一点都不担心。对了，神笔，我是不是使用次数有100次了？主人，目前你使用星辰笔已经99次了，等级为9，距离解锁100次只有1次，加油，主人！再用1次就可以召唤神龙了。大哥，我们真的要去京城了吗？这还能有假？大哥，是我们还能开3蹦子呀！咱们今天不开3蹦子，开摩托。大哥，摩托是什么？哇，大哥，这车比3蹦子还要酷！大哥，这也是车吗？这个车呀，可比3蹦子舒服多了。这个叫做摩托。恭喜主人，目前你使用的星辰笔已经100次了，等级为10级，解锁神兽召唤。我终于能召唤金龙了！哎呀，明月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村长，这是摩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听说你马上要进京城了吗？过来看看你有什么安排。村长，这100多亩地我已经全部种上了，红薯和土豆还有水稻，到时候我不在的时候，就劳烦您多费心了。这是200两银票，到时候地里需要用到的一些农具啊、人力都从这里面支出，剩余的全归你。明玉，你放心，这100多亩地，我保证给你照顾的妥妥帖帖。那就多谢村长了。明兄弟，你可准备好了？明天就是父皇的万寿节，若是再不走，就真来不及了。即刻便可启程。这是啥？这个叫做摩托，有了它，咱们1日便可到达京城。果真？你还不信我呀？当然相信。那现在咱们就赶快出发吧。哎，等等，那10万箱泡面我已经让人放在荒山了，你让人直接去送回军营吧。还有一些粮食，你也一并可走吧。明兄弟，你1日便给我3个惊喜，等到了京城，我一定要让父皇好好封赏你。哎呀，封赏就不用了，但若是能给我一个皇商的称号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好，你现在立刻回营，将东西全部押送回军营。是。走，我们出发。走。父皇母后，镇北王恃功自傲，就连您的寿宴也不放在心上，还请父皇降罪。什么呀？儿臣参见父皇母后，祝父皇千秋万寿，松柏长青。草民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，祝皇上福寿安康，祝我大秦国泰民安。都起来吧。
这是什么怪物？回陛下，此物名为摩托车，可日行千里。哦，果真？回父皇，确实如此。儿臣与明宇一起安排好了边境事宜之后，才于昨日匆忙返回。从北境到京城，就算是快马也需要7日，你竟敢说1日便能到达，你这是欺君之罪！从北境到京城，就算是快马也需要7日，你竟敢说1日便能到达，你这是欺君之罪！陛下，草民可以作证，我们确实是1日便到达了京城。放肆！今日是父皇万寿宴，你无权无职，有什么资格来这儿？来人，把这个家伙给我轰出去！慢着，父皇，您和母后最爱吃的爆米花就是明宇做的，而且他救了儿臣，求您不要赶走他。你就是明宇？正是草民。朕听安宁把你夸得天上有地下无，听说就连最近京城千金难买的玻璃杯和口红香皂都是你做出来的。听说就连最近京城千金难买的玻璃杯和口红香皂都是你做出来的。正是草民。朕也见到了那玻璃杯，皇后用了口红，香皂朕也在用，确是好东西。你有心了。父皇，不止如此，明宇所发现的红薯和土豆还帮助镇北军打赢了和北戎的战争。此次回京前，明宇还做出了方便面，让镇北军从此再无粮草之忧。哦，果然如此。不过，方便面又为何物？草民今日便为陛下带来了方便面。方便面竟如此美味，比宫里的御厨做的御膳都好吃啊！没错，滋味浓郁，口感劲道香甜，真的让臣妾胃口大开呀！明宇，朕这就下旨，日后方便面就是御用贡品，入御膳菜谱。多谢陛下，稍后臣还会把方便面的不同吃法一并送入御膳房。好，好，好！有了皇家认证，方便面必将火遍整个大秦。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滚滚财源向我砸来。明宇，今日是父皇寿宴，你该不会就送了个这个什么方便面来为父皇寿礼吧？那自然不是。那你的寿礼呢？我倒是要看看，你区区一个北境小民，能拿出什么东西来为父皇贺寿？该不会是你什么摩托车吧？自然不是。这摩托车虽好，但因难以驾驭，草民不敢唐突。故而今日特令儿准备了另外一种礼物，为陛下贺寿。明宇，这次你又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了？请陛下亲启。故弄玄虚。陛下，草民所献之物能壮大我大秦国力，丰盈我大秦国库。父皇，你快打开看看呀！儿臣真的很好奇，里面到底是什么啊？这是？父皇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该不会里边写了什么不敬之言吧？这居然是粗言提纯之法啊！有了这个方法，我大秦国库何愁不富？我大秦国力何惧不强啊？什么粗言提纯之法？这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方便面的调料包便是用了这提纯之后的盐，味道如何？父皇，明于此功，当行封赏，请父皇军舰。父皇，这一旦粗盐提纯之术实施，那我大秦九江将会是唯一一个提纯细盐的国家。您可要好好感谢明宇。赏，必须要赏。陛下，
臣无心官场，只愿做个富家翁，照拂弟妹，壮我大秦商业。好，那朕就封你为皇商，赐金牌，奉旨炼盐，负责食盐专卖。谢陛下。没想到这皇上还挺大方，直接将食盐专营权交给我，只需1年，大秦首富非我莫属。父皇，这粗盐提纯之法有什么了不起？父皇，这封赏会不会太过了？陛下，臣认为封赏太过，臣附议。你们，陛下，草民不在乎什么封赏，只愿大秦国运昌隆，愿陛下万寿恒昌。金龙，是金龙，天佑我大秦呐！草民献上祥瑞，愿为大秦贺。仙人呐！